一口下去啊，我觉得从上到下都暖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咱们上一集呢讲了洋葱焦化的这个烹饪技法，理论就得付诸实践啊。本集呢我们就来分享一道经典的法式洋葱汤，咱们现在就开干。准备的材料非常简单，第一样呢就是洋葱，一人份的洋葱汤呢大概用半个洋葱就足够了。大家记住，一定是要用白洋葱啊。我们就把洋葱简单的给它切成这种细丝就可以了啊。第二样食材哈，法棍面包，这个面包就是我买的外卖了，但是感觉切的这个片儿呢，这个刀工有点太凑合了。为啥呢？这个片儿太厚了，我们把它改一下刀，稍微改薄一点，然后我们再斜着给它来一刀。要是女同学吃的话，可能更适合一些。这个法棍啊，看起来像是在中国改良过的，因为传统的欧包的话比这个要硬得多，但是恰恰呢是这种口感的法棍更适合做法式洋葱汤，这个面包的口感会更好。好，开锅啊，放小火，加入黄油，一人份大概20克到30克就够了。黄油融化之后，把洋葱丝放进去。保持中小火啊，慢慢的煸炒它。这时候我们加一点盐，这样可以加速洋葱的软化。这道法式洋葱汤其实它整个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，但是呢需要一定的时间，就是要让洋葱在足够的温度下逐渐产生这个焦化反应。很多事情其实跟做饭是一样的，只要你把所有的元素都准备齐之后，那剩下的就是把它交给时间了。但是做菜呢，真的不像刷短视频那么容易，用料、火候、调味等等的因素都是在里面的。所以当你在网上刷到短视频，看到1-2分钟就能出一个菜的时候，其实它并不是真实的世界。好，现在呢，洋葱已经开始有焦化反应了，这个时候可以稍稍的把火调大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再加一点黑胡椒，来一点红酒提香。把牛肉高汤倒进去，大概250到300毫升就可以了。慢慢的给它熬煮。这个汤其实全程只需要加盐和黑胡椒，另外用红酒呢做一点提香。它所有的香味都是来自于洋葱本身，从它一开始的那种臭臭的味道，通过高温的煸炒，让它挥发出那种香甜的气味。然后我们再灌入牛肉高汤，让这种香气呢和高汤混合。家里没有牛肉高汤怎么办？可以用浓汤宝开水一冲，或者是干脆开水加鸡精，或者您什么都不用放，就开水就可以。我做菜会尽量的把整个过程展现给大家，视频可能时间会长一点，我的完播率会低一些，但是呢，这里面要注意什么，有什么坑避免去踩，里面都知道了。下面我们找一只碗，可以进烤箱的，先用一些洋葱和汤呢铺个底，然后我们放进去2-3片面包，再把剩下的汤全部倒进去，撒上马苏里拉芝士。放入烤箱200度15分钟。法式洋葱汤啊，替大家尝一下。这个入口特别浓郁的洋葱的那种味道，但已经没有那种刺激味了，很香甜。你们知道我没有搁糖啊，所以其实都是洋葱本身它的那个糖分的味道，裹着马苏里拉的法棍面包，浸满了洋葱的汤汁。上半部分还是焦焦的，奶香浓郁，下面的话就软得像海绵一样。你们谁知道海绵的口感是什么样的？其实我觉得这个汤在冬季的时候真的很受用，因为整个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，就这么3样食材，30分钟就能做好。如果您是在寒风凛冽的晚上回到家里面，自己给自己做这么一道法式洋葱汤，一口下去啊，我觉得从上到下都暖和了。所以说洋葱焦化的这个技法大家一定要学会。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吃好每顿饭，过好每一天。